夫君，夫君，你是谁？娘子，娘子，走开！放开我！你个贱人！我没有。阿离，你个下流无耻的贱人！阿离，阿离，夫君，你终于来了。我被人陷害了，母亲和妹妹都误会我了。你我成亲这么多年，你应该知道我的品行。夫君，你也不相信我了吗？我带你走。你知道我这无名是假，是谁做的？是你，还是你娘，还是你妹妹？沈玉荣，我并非痴缠之人。你一纸休书，我即刻离家。可你们为何如此狠绝，就让我名节尽毁，还要我葬身于此？阿离，
我没得选，他要碾死我，就像碾死一只蚂蚁。他是谁？阿离，闭眼。沈玉荣，沈玉荣，你如此对我，就不怕我爹和我弟弟这辈子不会放过你？你很快就可以和他们团聚了。沈玉荣，他们怎么了？血空因为贪污被判处死刑。薛昭在来看你的路上遭遇土匪，已死无葬身之地。是你做的吗？是你吗？为何如此待我？对不起，这辈子是我负了你。爹，阿昭，爹，我知道了。别动！踩脏了。说你脏，你还恼了？过来吧。说说你今晚都干什么了？我把薛芳菲料理了。怎么料理的？活埋。活埋？我只是想让薛芳菲降气，我做你的正妻，如此她便能长长久久的服侍咱们。你怎么下得了这种毒手啊？你授意我娘和我妹妹舍弃毁她冥界，不就是逼我下毒手吗？没错，昨夜之事全是我设计的。长公主那滔天权势，你自己不清醒，我得替你做打算。薛芳菲不除，明日我们全家就得上断头台。你自己选。你这是在为他打抱不平吗？没有。笑一个。怎么不笑了？心疼你的小娇妻了？别再说了。沈郎啊沈郎，杀人犯我可不喜欢。身为长公主，心系妇孺疾苦，我得给你这个无情无义的负心汉判个罪。婉宁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你现在是个杀人犯，只有我能救你，你快求求我！我求你，跪下！乖，快跟我说说，你的小娘子被埋进土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呀？
是破口大骂呢，还是跪地求饶啊？亦或者还爱着你，甘心赴死啊？你别再逼我，大不了我们一起死。你舍得我死吗？啊？你舍得吗？你果然是我中意的沈郎，好有魄力。发妻亡故，家中白事一起，你可有的忙？快别在我府里跪着了，赶紧回家吧，我的驸马。一个个愣着干嘛？是不是等着领赏？是不是等着领赏钱呢？啊！苏国公，贾掌柜，今儿个我心情好，我只问一次：你的私盐生意走的是谁的道啊？杀了苏国公，我重重有赏。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苏国公，饶命啊！苏国公，主君，要不把他给我，我带回寺牢里玩几天，到时候你想知道什么，我来传达，免得他污了主君的耳朵。我说，我什么都说，我什么都说。苏国公饶命啊！苏国公，有皮快放！去追。是秦公子给我的货。如何找到秦公子？他行踪飘忽，不知道啊。下次交接在何处？青城山鹤林观。什么时间？月中法会。收到的赃款和私盐怎么办？连同罚金，如数上缴，如数上缴。贾掌柜，做得好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人没用了，送给你玩。哼。
主君没追上。既然想要灭口，证明这桩私云案背后有大狱，先回府吧。等月中去贺灵观。前有皇神，后有乐章，接魂引灵，超升他方。这沈昭元郎还真是痴情啊！前几日他的娘子与人通奸私奔，不料在青城山遇难，闹得满城风雨。他今日竟还扶起灵来了。说到他这个小娘子啊，还是怀乡第一才女呢。可惜啊，可惜。死者为大，少说几句吧。楚轩，你笑什么呢？笑你傻。什么意思啊？人不可貌相，笨。我才不笨，我聪明着。娘子，咱们得快些了，现在马上日落了，赶不回去又是一顿毒打。娘子，这是干什么？走开！娘子，姐姐，你别害怕，我叫江离，她是我的侍女童啊，我们是来帮你的。刚刚你晕倒在河边，你还记得吗？是谁派你们来的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不是啊，你真有意思。这位是相国家的千金，怎么可能会害你啊？姐姐，你伤势如何了？喝点水吧。姐姐，你别怕，我们不是坏人。走，走开！走，走，走！你先冷静冷静，我们去给你找些野果子吃。你为了他，连你的父亲都不要了吗？爹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薛公，我以性命担保，只要我沈玉荣活一天，就不会让阿离受半点委屈。京城的官一张口，吞了肉，吐不出骨头啊！阿离伴我在寒窗下，寂寂无名数年，而今我有了扬名之处，必将修身成术，替阿离遮风挡雨，请薛公放心。爹，
你就成全姐吧。用生命去珍惜，活下去，哪怕一线生机。无论悲伤或欢喜，我都姐姐，你这是要干嘛？放手！姐姐，放手！让我去！姐姐，让我去！姐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，活着才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重新开始？我不配，我就是一个有眼无珠、识人不清、咎由自取的蠢货，我根本就不配活着。姐姐，识人不清不是你的错，错在辜负你的人，你又何必用他们的错来惩罚你自己呢？你懂什么？姐姐，我也曾被所信之人辜负过，我和姐姐感同身受。那些人怕什么？怕你活着，怕你我耳提目鸣的活着，看他们的下场。活着才是对那些想要你死的人最好的反击。颠沛之后就不再远离，颠沛之后就不再。姐姐，我们走了，明天再找机会给你带药和吃的，头纱你就披着吧。等等，你们今天就不用去砍柴了。堂主吩咐我们减半月的柴火，等过几日山里没那么湿，你们再去。娘子，偷偷出去万一被抓住，可是要挨打的，你可千万不能冒这个险。好，我不去，快回去睡觉吧。好，娘子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深夜擅自出堂，江离，你要去做什么？不说话，罪加一等。娘子，娘子，
童儿啊！不要打童儿，要打就打我吧，给我拖下去！童儿，不要，童儿，你起来！告诉我，是不是出去要会你的情郎？没有，没有，还敢嘴硬！别打了！你们打我吧！娘子，你们放开我！江离擅自出堂，乃不洁，玷污了真女堂的清誉。你们给我一个一个的去打！你们打我吧，打我吧！求你，娘子，娘子，别想好过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们打我吧！你来打，过来！放开我，娘子！打！别打！我求你，别打！娘子，让你们参与刑罚，便是要警醒你们：凡不洁者，人人都得罚，人人都必须打。给我狠狠的打！不再打了！娘子，别打了！姐姐，识人不清不是你的错，错在辜负你的人，你又何必用他们的错来惩罚自己呢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，活着才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那些人怕什么？怕你活着，怕你我耳听目明的活着，看他们的下场。我要活着，我必须活下去。大家都去采果子了，那江家娘子怎么不去呢？昨天被打成那样了，哪还下得了床？以后她的活，怕是都得摊到咱们身上。谁让她半夜想出去，也不知道见了是谁，活该！肯定是去见野男人了。要不是因为给你送吃送喝，娘子能变成现在这样吗？你出去！江离。江离，江离，姐姐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
此地不可久留，你快走。江离，你不敢冒险给我送东西的。我刚来这儿的时候，也曾寻过短剑。要不是童儿的话，我可能早就已经死了。我看到你，就像看到了我自己。绝望之中的人，总是希望能有人伸手，所以我就想拉你一把，不就是挨个打吗？我以前又不是没有挨过，只是为什么这次我好想睡觉。江离，姐姐，我是不是快不行了？江离，你撑住，我这就下山，我去找江家人，让他们来接你。姐姐，我之前救你，也是抱着希望你能帮我给江家送信，告诉我爹。我受够了，我错了，我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了。可是现在好像来不及了。一切都来得及，来得及，你撑住。姐姐，他们都说我弑母杀弟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娘，我给你泡菊花茶。那日我拿着种的菊花去给母亲看，母亲说好看，我便想带着母亲去芳菲院上去，给她泡菊花茶。娘，你要去哪儿？然而，快，夫人来人呐！快把夫人给扶起来！夫人呢？夫人你没事吧？夫人，天哪！快，快把夫人扶起来！快让妈妈看看！来，快让开，让我看看！夫人，血！夫人，血！不是血！夫人你没事吧？好严重，我看着。江离，我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如此害我？继母待我温柔，素有贤名，得她教养，我也曾一度庆幸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那一日，她竟有一句话，将弑母杀弟的恶名扣在了我的头上。之后，我被关在真女堂10年，整整10年。无论我如何辩解，没有人理我，没有人信我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。姐姐，我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你，我只求你帮我一件事。求字不许提，是你拉我出了泥潭，无论什么事我都会应。这10年，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真女堂，江家的人也从来没有问过我，看过我。可能在他们心中，我早就已经死了。除了真女堂的人，没有人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。这个簪子是我阿娘给我的，凭此可证明我的身份。姐姐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带着他去找我爹，告诉他
我在这里赤手大哭，满腔愤恨，可我没有错，我从来都没有错。我恨他，我恨江家的每一个人。我就算在地底下，也要诅咒他们每一个人不得善终。江离，你说过的，只有活着才能报仇。你撑住，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江离，你要干嘛？这梨树，我刚来时便种下了，这10多年从未开过花。离儿，娘，你是来接离儿的吗？离儿好想你。好美啊！少天还真是爱开玩笑，无辜之人在此受尽苦难，有罪之人却在他处逍遥自在。回家。堂主，这江离以后不能不干活了吧？都这个点了还没起，这才几下，就在这装。我要跟他们拼了，让他们为我娘子偿命！干什么？想不想为你娘子报仇？那就听我的，天道不公，
我们的公道，我亲自来要。大白天的躺在这里不干活，装什么装？起来！江离，你是谁？我是你的恩人。胡说八道！你跟江离是什么关系？你现在该关心的，应该是躺着的这位吧？好啊，原来是你弄死了官家千金，我这就去报官。你忘了吗？江离是被你们打死的。官府也要人证，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作证。人是你这个擅自闯入真女堂的外人给弄死的，所有人证加起来也抵不上他一个。过来，你自己看。你看，死人是不会说谎，他身上伤痕百道，陈年旧伤更是数不胜数。胡作验尸时，你真女堂如何摆脱？你放开我！他日江家人领回尸体，你等都要被绑起来跪他的灵堂。放开我！当朝中书令千金死于真女堂，你觉得你们真的能逃得了吗？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江离。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江离。反正这10年间，江离从未出过真女堂。10年了，她长什么样子，别人早就忘记了。这真女堂又是你说了算。你一声令下，谁敢不从？可是，你图什么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。她可是当朝中书令太师之女，总好过我这个农野村妇吧？说不定江家人哪天想起我这个女儿来了，我就能享受荣华富贵了。成交吗？堂主，那江家娘子还敢不起？告诉所有的人，江离的事少管。是，他之后7日会在这里休养。
童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家娘子也不会死。没想到你忘恩负义，竟然还敢霸占她的身份。今天我就要杀死你，为我们家娘子报仇！你以为把我和堂主杀了就行了吗？那些把黎儿送到真女堂的人呢？那些10年间对他不闻不问的人呢？你以为他们就会悲伤愧疚吗？他们不会，他们不会，他们只会假惺惺一哭，将此事抛了，然后在肛门里风光自在。这是你想要的吗？你家娘子就白死了。主君会为娘子做主的，主君会为娘子。我做主。蒋相国10年间对他女儿不闻不问，眼下死了，一了百了，反倒起了心为他做起主来。且做主又能如何？封了这真女堂，把黎儿的身子带回去风光大葬，那还不是让他一生无名，又埋了秽土？那回去呢？给他那位继母争一个不计前仇的美名。童儿，我的确需要江离的身份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和江离活着，都是满身污名，无人肯信。黎儿信任我，我也信她。可如今，黎儿亡故于此，已无法自辩。那我来替她辩。他们不是以为我们一辈子都活在污名之下吗？那让他们好好看看，我和你怎么从这一滩污名里踏出去。大家一定要认真打扫啊，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，尤其是那个树底下，都要打起精神来，一定要把真女堂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。童儿，童儿。你怎么出来了？我看你一个人拾柴太辛苦了，明日我陪你一起去。堂主说过，你暂时不能出这个院子。我再也不敢碰了。我让你碰去，我再也不敢。说了那个灯笼，只有堂主可以碰，让你不听话，让你不懂事。别看了，快点走吧，一会儿被发现了。为什么灯笼不能动了？真女堂有规矩，不可点灯夜行，只有祠堂外才能点灯笼，所以点灯笼的人只有真女堂堂主。旁人绝不可动。女有4行：一曰妇德，二曰妇言，三曰妇容，四曰妇功。夫云妇德。女工不错。平日里做多了，就练出来了。再过些日子，我会打点好一切，告诉所有人你就是江离，你便可以出现在所有人面前。谢堂主。给我吧。
但叫男而不叫女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自是能有你一口饭吃。自是听堂主吩咐。堂主，你今日换熏香了。做公事勿要多言。堂主慢走。虚11刻，躺卧身定，遐思不眠，视为不洁；漏夜行动，视为不洁。虚11刻，躺卧身定。真女堂守备森严，我和娘子在这里住了10年，都没能找机会逃出去，现在恐怕更难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想出去透透气。不行，现在出去视为不洁，是要被打的。大家现在都熄灯睡觉了，我悄悄跑出去，应该不会被抓吧？真女堂有深夜不能外出的规定，是因为以前有一个真女深夜偷溜出去私会情郎，结果摔下山崖死了。可她老是阴魂不散，整夜纠缠着真女堂。后来又有一个真女贪玩偷溜出去，结果碰到了那个女鬼，被吓得没了半条命呢。这怕不是为了不让你们出去瞎编的吧？不是，是真的。那个真女记得清清楚楚，那个女鬼也穿的是真女的衣服，而且个子高高的，可吓人了。高个子女鬼。3日后，参加月中法会的柳夫人会顺路来慰问真女堂。由于路途遥远，柳夫人会在这里住1夜。这几日你吩咐下去，务必把真女堂收拾干净，好让柳夫人住得舒服。知道了。柳夫人到来之日，让他们2个好好待在屋里，不得随意出入，以免污了贵人的眼。是。户部侍郎柳元丰的夫人。童儿，你知道柳夫人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她曾经是我们家叶夫人的好朋友。你头上的这支钗还是她送给我们家叶夫人的。柳夫人一路辛苦了。我来布施，又怎么会辛苦呢？见过柳夫人。真女堂这般上下齐整，实见堂主用心了。我贸然来访，恐打扰你们了。岂敢岂敢，夫人惠礼，我等感激不尽。厢房已经备好，还请夫人委屈一晚。这边请。童儿，快醒醒！今天晚上是我们唯一能够离开这儿的机会。怎么离开？柳夫人。可柳夫人一直都知道娘子在真女堂，平日里也不见她过来问候，
况且，若是江家不发话，他能带咱们走吗？你把这个发钗交到柳夫人手上。这能行吗？你跟柳夫人说，江里有难，她看到这个发钗，定会随你而来。可现在这真女堂上下都为堂主师尊，就算柳夫人肯为我们出头，等到时候堂主万一不认，还会反咬我们一口呢。若是柳夫人亲眼撞见堂主他品行不端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闻到过堂主身上的香味？他每天都涂脂抹粉，有什么奇怪？那他是每天，还是偶尔？好像不是每天。这就对了，我是第一次念女戒的时候就闻到了堂主身上的香味。这种香味不是普通的香味，是依兰香。依兰香，就是夫妻之间调情用的。这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夫人，我看这几日主人没有过来看你，我给你准备了个东西。这是何物？依兰香。堂主身上出现调情香，灯笼就会出现在今夜的高度。堂主身上没有香味，灯笼就不会挂这么高。原来这灯笼还有含义呢。真女堂附近是不是有个鹤灵观？对，在对面的山上。那天溜出去帮你拾柴的时候，我特意往山脚鹤灵观的方向走，发现当灯笼挂在高位时，对面山上就能看到灯笼，而灯笼在低位时就看不到了。之前我去鹤灵观上过香，那里每隔一晚会有一次法会，有法会的时候，堂主身上就会出现调情的香。这时山上就可以看到升到高位的灯笼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那灯笼是去给鹤灵观参加法会的人看的。没错。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会不会只是一些巧合？不是巧合。有天我趁着他们外出采果子，故意把灯笼挂低了，你猜怎么着？那天晚上，我就觉得一定会有事情发生。趁你睡着，我偷偷溜出去了，然后就碰到了你说的那个高个子女鬼。入夜不能出去，女鬼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控制我们，好让她自己方便行事。可这要是在真女堂被抓住，是要被关大牢的。而且鹤灵观还有法会，堂主怎么敢在柳夫人来的时候喊？灯笼是我挂上去的。姐姐，你太厉害了。那我现在去找柳夫人。童儿，你去找柳夫人，除了发钗，还需要一个理由。动手吧。不是，没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吧？我们没有机会了。我身上没有江离的伤痕，戏要做足，才能撇清自己的嫌疑。为了江离，我们必须这么做。
主君，前面就是真女堂了。真女堂，那里关着一些不能下山的女人，确实是个藏身的好地方。撤！谁？你出来！你出来！出来！女菩萨，我遭人迫害，还请女菩萨帮我一把。这里不是佛堂，我也不是什么女菩萨，你在这躲着，早晚会被发现。那个窗户后面就是后山林，快走吧，走啊！多谢。你们再过来，我就杀了他。杀吧，正好再加一条杀人罪。苏国公，秦公子，赶紧束手就擒吧！你贩卖私盐的罪，已经逃不掉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把私盐的来处交代清楚，害我主君从鹤林观追到这个破地方。倘若说不清楚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的命。少诓我！落你们手上，能有什么好下场？你们今天要是不放我走，那我横竖都是一死，不如就在这儿死了。至少黄泉路上还有一个美人相伴。我这个人向来心善，既然你心中是这样想的，那我便如你所愿，一会儿让你和你这位美人在地下团聚。夫人，我们家娘子快要病死了，救救我们家娘子吧！这是我给珍珍的发钗，难道是李燕儿？是啊，快带我去找她。好，走。唐君，要不我们放弃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要不我们放弃吧。苏国公已经追到真女堂了，如今又当场抓住了你我二人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这个臭婆娘，在胡说什么？上面的人是什么意思？把我们逼到了绝路，你先把我放了，我们好好跟苏国公认个罪，兴许还能活命。你到底是谁啊？郎君，我是你的同谋。动手啊！你在说什么？哦，闹了半天，原来你们是同伙。你赶紧杀，杀完了，我再带你走也一样，正好让我看看你们是如何清理门户的。我现在就杀了他！我可真杀了！
起来，主君，你再看看他，是不是很眼熟？娘子，看看这布。娘子，那楼上有人在看你。别的地方很难买到的。那就是新晋庄园的夫人，怀乡第一才女，长得漂亮吧？你怎么知道她是怀乡第一才女？我这还有别的。他派眼线四处搜集美人才女。陆姬，你那人是肃国公。我听沈郎说，他为人张狂，行事狠辣，被他盯上不是什么好事。快走！你不要告诉我，你姓薛。你认错人了。也是，死都死了，在山上做鬼有可，在山上做贼，倒是不可信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不要听这个疯婆娘的，我是无辜的！你们抓错人了，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听着真烦啊！带回去，关起来。来人！今日就将就在这把你给审了，审完了，叫你们这管事的把你给领回去。起来！肃国公，你看不上我吗？嘿，你这个女人啊，还真是放肆啊！身在真女堂的女人，就干不出贩卖私盐的事吗？我知道的，不比那个人少。你带他回京受审，为什么不带上我？求我关你，你还挺有意思。在这个地方，肃国公不能对我刑讯逼供，不觉得施展不开吗？离儿，你在里面吗？离儿，若是今日我们没有进来，你想唱的是另外一出吧？你是在说你不姓薛？你带我回京审一审，便什么都明白了。你原本想唱的那一出，今日可看得见？肃国公想看，来都来了，把我绑起来，带出去，我唱给你听。娘子，你怎么被绑着？哎，别碰他，他现在是我们肃国公的人犯。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柳夫人是吧？肃国公，我追拿朝廷要犯至此，或此女与人犯有同谋之嫌。如今此女，我要带回详审。肃国公，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。童儿，这位夫人是娘子。这就是小时候常来看你和夫人的柳夫人呐。竟然是柳姨，柳姨，你真的，柳姨，救救我！我不是什么犯人的同谋，我被人陷害，百口莫辩，我不想被带回京城受审，救救我！好，好，好，你别着急。肃国公，你怎么能随意抓人呢？这可是真女堂，就这样在堂里把真女带走，也不跟堂主知会一声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呀？柳姨，你帮我求求堂主，让他替我说说话。你别怕，我这就去找堂主，让他替你主持公道。我在这等你，柳夫人。
你把灯笼挂得高高的，我自然便来了。灯笼，现在不行，有贵人来，你赶紧走。你起来，赶紧走。哎，来都来了，我看过了，外面没人了。 柳夫人，水性杨花，男盗女娼，撩风弄月，荒淫无耻！来人，把这对奸夫淫妇给我拿下！你们两个，快点给我拿下！柳夫人，走，快点，跪下，跪下！ 我还是第一次见，这做主的被绑着过来，这青城山真是让我开眼呢。柳夫人，我是被陷害的呀！我亲眼所见，你还想在肃国公面前抵赖吗？我不管这里的脏事，柳夫人请自便。来人，把所有贞女都给我叫醒，留2个看门的，全部都给我押回去。明天报官，让衙门好好审审。 这2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啊！我看着就糟心，现在就给他们押走。是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柳夫人，你救我！柳夫人，柳夫人，柳夫人，我的人犯我可以带走了吗？主君，他身上有伤。 现在怎么办？带走还是？找个房间让他休息。另外，你过来。审一审这个丫头。是。啊！总算是醒过来了，刘姨，让你受累了。你真是受苦了呀！怎么会伤成这样啊？哎，别动，头还晕吗？再躺一会儿啊。哎，你这伤是怎么来的啊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肯定是那个娼妇所折磨的。你那丫鬟拿着发钗来找我。 我一看这发钗，便知道你遭了难。你娘要是知道你在这儿遭了这样的罪，她得多心疼啊！刘姨，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这次我能见到柳姨一面，已经很知足了。就是不知道肃国公他会不会……丽儿，你别担心，我虽不能从肃国公手中将你带走，我定会让那江家人把你从他那里接走。 你等着吧。快点，快点！后边跟上。
听闻肃国公善于私刑逼供，但我得提醒你，此女可是相国嫡女。若是日后我发现她身上有何不妥，定会如实禀报江相国。这江家还会管她吗？江家不管她，那朝廷就管不了肃国公了吗？哎，这柳夫人还挺厉害。说正事儿。哦，正事就是人醒了，带走吗？让他歇一晚再走吧，免得人说我苛待犯人。可秦公子都已经押走了，这犯人跟犯人不一样。准备纸笔，我要写封奏书。这真女堂，我也想凑凑热闹。是。腾儿，姐姐对不起，我把姐姐自伤的事情说出去了，我真的是太没用了。没关系，如今也不重要了。姐姐，那个肃国公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他是个意外。我听外面都在说要把姐姐带回京城去受审，这不挺好吗？将计就计，我们可以下青城山回京城了。可是姐姐，我们就算能回到京城，也回不到江家呀。而且，那个柳夫人真的会去江家吗？柳夫人不用去求江家。堂主与人苟合之事，已经给了柳公一个在朝堂上说话的口子。此事只要呈上朝廷，摆在圣上面前，江家就不得不把这个丢了10年的女儿想起来。江家位居高位，断不愿落个薄情寡义之名。所以，不管江家愿意与否，接江离回家这件事，他们不仅要做，还会做得风风光光。昨夜睡得好吗？肃国公一夜没睡。想了一宿，你到底姓什么？肃国公没有问柳夫人吗？柳夫人说你好像叫梨花。哦，狸猫，小狸猫。肃国公，请自重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犯人教我自重呢。你这也太没有犯人的自觉了吧？这样呢？昨日发狠抽自己的后背，今日又伸手就绑。你这小命拼过头了。肃国公应该不怕拼命的人吧？走了。姐姐。
陛下令臣采封问世，臣已悉数完成，写于奏表之中。朕听闻你妻子亡故，丧仪之礼辛苦连日，还能将朕交给你的差事办得如此妥帖，实乃能臣。回陛下，臣前些时日因家妻亡故，心中颇为伤怀，还要抽身回其母家处置后事，陛下所差未能尽善，臣迟出惶恐，还请陛下恕罪。人之常情，何罪之有？沈清与亡妻情深意切，又对其家人极尽孝道，实乃我朝典范。在朝百官当以此为例，凡有夫妻恩爱、治家守孝者，也当一应推举，为朝廷所倚重。谢陛下。江青，臣在。修陵一事进展如何？夏太后的陵寝已大致完工，只剩3间享殿尚余几处篆刻未善。下个月迁陵大典之前，定可全部完工。生母生前，朕未能尽孝。江青奏议，为母后建陵修园，上为天陵，下宽朕心，且亲自主持修建陵寝一事，夙兴夜寐，连日辛苦。江青奉朕，可谓是体谅之至啊！臣甘之如饴。免礼。陛下，臣刚从工部处得知，此次修陵亏空甚多呀。哦，陛下，上个月京郊大暑，酷热难耐，臣见修陵的工匠之中有人中暑倒下，不得不将工程暂停。但迁陵之期不可废，只能成倍地征调工匠以赶工时，更遣人从城南灌桶运水，以供工匠之需，其中必有织好，可怎么能被污蔑成亏空二字？都说中书令爱民如己啊，果不其然。不过修缮陵墓乃朝中要事，且不说百姓这悠悠之口，御史言官哪个不是捏着笔看着呀？私自更改工部预算，非同小可。江相国倒是借此事沽名钓誉了，可众口铄金啊！我提醒你一句，你置陛下于何地呀？李相国，江相。行了，多出的支号大内补了便是，两位爱卿不必再争执。是。柳青，臣在。青城山的真女堂，并非官住的庵堂，也不是哪个官员私住的学堂。可朕听说，这几年，京城的官员往那个地方捐粮捐物的甚多。就这么个地方，竟然发生如此荒唐龌龊之事。回陛下，家中夫人前去真女堂慰问，昨夜亲眼撞见，中书令千金江离可作证。此事断然不会有假。中书令千金怎么会在真女堂？回陛下，小女之前犯下大错，故将其送往真女堂修行。江相国，这本应该是你的家事，我不该多问。令爱被送去山中，已经是很久远之前的事了，这还没接回来呀。多谢李相国、柳公提点。我的家事自会处理妥当。我也是希望你父女早点团聚啊。有了上一本奏书，肃国公参的这一本，朕倒也不觉得稀奇了。真女堂的真女伙同贩卖私盐的逃犯相互勾结，藏匿逃犯窝藏赃款，简直罪不可恕。朕已命肃国公彻查此事，不管背后牵扯到谁，朕绝不姑息。这几日天凉，正是温补的好时候。这几道寡淡的菜，给主君和老夫人捡去，把外头装上的野鸭子，用天麻和黄芪
煨成上好的汤补上。要不怎么说，主君和老夫人的脾胃还是夫人拿捏的最准呢？不过是我照料的精致些，让大家有条理。快去准备吧。是。主君。夫君。夫君怎么这么匆忙啊？马上把江离接回来。怎么突然说这个呀？今日圣上点了2道奏书，一道是柳元丰的，一道是肃国公的。这柳公竟然将此事端到了圣上眼前，白白让夫君落了面子。这柳元丰是什么人？当年你父亲安插自己人进朝，掐了他的晋升之道，有此机会，他能不参江家一本吗？他参的还巧了，如今夏太后的陵寝将要竣工，正是圣上思念生母承尽孝道之时。圣上自幼亡母，又为太后不喜，这身世你是知道的。他柳元丰一道奏书，上戳圣上的痛处，下戳我江元柏的脊梁骨。李儿姓江，如今真女堂出了这阿杂事，就算圣上和柳公不提，我们也应该把梨儿接回来。你不怪他吗？有什么好怪的呢？这么多年了，我相信他早已悔改。再说了，这世上有什么事情比得过江家的清白和名誉？此事还请夫君做主。麻烦的是，现在梨儿还在那个肃国公的手上。肃国公？怎么会在他手里？这个人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给江离安上了个窝藏逃犯、藏匿赃款的罪名。这个罪名一旦落实，用不着李仲南来破误，我们江家从此就再也洗不清了。我得去见见这个肃国公，要是能把他接回来，这事还不能悄无声息的办，显得我们江家心虚似的。夫君的意思我明白。若是那肃国公肯放人，接回梨儿的事情，夫君就全权交给我来打理。咱们江家光明正大，热热闹闹的接回二娘子，这外头的人谁还敢嚼江家的舌根？夫人，你能有这样的胸襟，如此时的大体，我真是感慨。这么多年，承受最多的就是你了。当初梨儿对你做了那样的事，都过去了。若是夫君不提起，我几乎都要忘记腹中的孩子了。夫人，我向你保证，若是梨儿还像之前那样不思悔改，对你还带着怨恨之意，我定不会轻饶。谢夫君。利用完了我，不打算给我一个交代吗？肃国公，你有什么想问？你姓什么？肃国公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我问，你答。我姓江，单名一个梨字。
是当朝中书令太师之女，为何与贩卖私盐的人贩勾结？我骗了你。骗我？这么说不是勾结人贩，是私会情郎。肃国公慎言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我在祠堂，就是想见一面柳夫人。我好端端的没有招惹你们任何一个人，奈何你们一个个非要进我的门。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。我只有这个答案。问不出我想要的答案，谁也走不出这间刑房。也许我是个例外。主君，江相国来了，人已经在正堂了。来这么快？他让属下给你带句话。什么？说若是敢屈打成招，他就举着官印去圣上面前参你。行，看来我这里他是住不了了。我们这一路上是不是被他给耍了？他故意让我们把他给抓回来，可这人抓回来了，审也审不得，问也问不得，活像是请了一尊神。把这当做一场戏来看，也不错。该如何处置他？请人照顾好他，毫发无损，等江家来接。可是我们府上没有女人啊。去把他的丫鬟接回来。主君，那江二娘子提了一个要求，说，她说想让你帮她安排一下见真女堂的几个人。她凭什么觉得我会帮她？她说，你若不帮她，她就绝食，绝不会让你把她毫发无损的还给江家。你们国公呢？主君刚问完了话，歇着了。我的女儿在哪里？我现在要见她。江相国不必心急，这江二娘子的事，主君已经问明白了，是个误会。这江二娘子啊，清清白白，毫发无损，只是受到了点惊吓。主君让属下给江相国带句话，这江二娘子可由江家自行接回。肃国公没有别的话了？是还有2句。一句是江二娘子的事，江相国谢了圣上的恩就行了；另一句是江相国来府上接人的时候，他送江二娘子半副国公府的仪仗，护送江二娘子回家，以正江二娘子清派。你来做什么？来帮你。我算是因你之祸得福，现在马上就可以回江家了，所以我会保你不死，仅此而已。那是自然。不过，你们要把江离之事彻底咽回肚子里。我可是为了你好，此案马上就要审理。你偷情一事，犯的是民俗，伤的是风化，与他们无关，你也不至于死。有我求情，你顶多坐几天牢，遇上大赦还能提前放出来。可你们杀了相国千金一事，那是死罪难逃。我顶替一事，最多算是贪图富贵，危及不了性命。可你们人命在身，一个都逃不了。千万不要妄想有了我的把柄就可以拿捏我。我死不了，但我可以看着你们死。